一个，两个。我们都不种地了，这嘎地少，一个人才2亩半地。我就把你的私人钱全都给你，就是说这血都得跟人俄罗斯人喝干了。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知道，因为大雪，中俄边境城市黑河市客运站的汽车取消了，飞机航班也取消了，所以我被困在黑河市，哪也去不了，一共住了9天。不曾想，这成为了我细致的观察这座边城的契机。你好，我是阿树，本集影片是黑河市5集影片里的最后一集，欢迎收看。今天打车来到黑河国际公路客运站。咱们知道黑龙江省的黑河市与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隔江相望。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在中国称为海南炮，曾经是中国故土。在1858年中俄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签订后，海南炮割让给了沙皇俄国，从此眼前的黑龙江成为了中俄界江。中俄签证互免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中俄游客往返两国旅游，但是过去只能坐船渡江而过，而今10来辆崭新的大巴停在黑河市客运站，这是即将往返黑河市与布市的大巴，也就是以后从黑河市到俄罗斯旅游，坐大巴走中俄大桥就能去，方便得多。因为路太滑了，所以有警察在引导。这快递小哥原本是戴一个棉帽的，然后现在只能改成一个没那么保暖的头盔。你还吃糖吗？我不吃糖。东北不有大黄米吗？啊，大碴子都是东北特产。啊，这东北的提拉米苏啊。来看一下东北的黄米跟红豆的一个街头小吃啊。那昨晚没睡好。因为昨天晚上凌晨2点钟的时候，我就听到窗外，哇，巨大的那个轰鸣声，像是飞机低空飞行的那个一样，房子都在震动的感觉。巨大的一个清水车来回的在作业，刚过去一辆，几分钟后又来一辆，就是吵的。你看这个，它是黏糊糊的哈。有点像吃糯米饭，但是比糯米饭要更黏糊一点，加白糖会。这份5块钱，还挺好吃的。阳光下的这个柿子一个一个用塑料袋包起来的大鹅，东北特产松子。不冷就往上推一推，就盖个耳朵。好看吗？好看。买了个帽子，因为这耳朵太冻了，15块钱。这条街叫黑河中央商业步行街或许它的灵感就来自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个哈尔滨最著名的一个地标这条街能看到一些俄罗斯游客而且如果你问黑河的本地人为什么俄罗斯人热衷于来到这个黑河这边买这些衣服、帽子、鞋子什么的，他们的回答基本上就是一个答案，因为俄罗斯的轻工业比较薄弱，他们是重工业比较发达嘛，所以国内的这些物美价廉的一些小商品就成为了他们理想的一个购物的产品。我在黑河4、5天了吧，然后这个地方是我看到俄罗斯人最多的。然后我们观察这个商场的一些商铺的业态是什么，大抵也能知道俄罗斯人在中国最喜欢买的是什么。窗帘、布艺、窗帘、床品，这个是皮草店，主要还是服装店你看卖这些防寒的，就是过冬的一些衣服、帽、鞋之类的一些小的电器，还有一些床上用品、小孩子的衣服。像这些中俄的边境城市可以说人均都会说几句俄语，包括卖菜的大妈都能够跟这个俄国的顾客这个
你来我往的交流几句啊，包括这些商铺的招牌啊，也是醒目了，标注了俄文啊，你像它中文甚至都没有。你像商场里面的一些指示牌啊，也是汉字跟俄语都有的。商场里还有卖黄金的，这些是不是义乌的小商品？一些手机贴膜啊，一些碟子，一些手工艺品。咱们看到啊，都是汉字跟俄语双语的。刚才商场的一名摊主告诉我，他说现在来黑河市旅游的俄罗斯人要比夏天或者黑龙江结冰以后少得多，因为现在这个黑龙江在跑冰牌，只能坐这个气垫船来到黑河市。那么气垫船它的承载人数是有限的，每次最多能承载10几个人。而到了夏天的时候是直接坐大船过来的，大船一次能载上百个人。而如果黑龙江结冰以后呢，它的这个大巴是直接从江面开车从布市来到黑河市的，那么大巴承载的人数呢也是要多得多。现在黑河客运站好些班次已经取消了，因为路面太滑了，然后实行交通管制啊，路上的车也是开的比较慢的。听说他家面馆还不错，简简单单吃个午饭。哎，你好，咱有肉夹馍是吗？20块钱的刀削排骨面，2块排骨。这排骨也挺好吃的。黑河城管，中俄公路大桥要通这个客车了哈。啊，那天我看上网上发这个信息了，好像是应该快了。你看那大客车不在客运站停着呢吗？那就是说黑河通着布市的，那就是怎么走？就走江桥了。走江桥了以后就不走船了，不走船了。对，是最大的方便，你知道吗？他要通客车了，咱们走，那就是说是你不用上船上去挤过去了。这个船又挤又慢是吧？哎呀慢，就这个时候跑气垫船的时候，小伙子，全是江里头全是冰排。他那个气垫船吧，有的时候那个冰夹子或者说冰冷的，他就把那个气垫船就卡坏了，一卡坏了你就走不了了，直接搁浅在江心了。所以这个一个气垫船就装10几个人，20几个人是最多，不敢拉多了。你知道吗？拉多了，你说他要是船划破了，你是不是得停？对，他就走不了了。所以现在船票也贵，完了过人还慢，现在就经济不好。所以他们现在都限制自己不过来。没有钱他咋过来？过来咋整？你说你过来就得消费呀。对，他们除了住宾馆、吃饭店，就是这2样。跟他们卢布贬值也有很大的关系。有太大的关系了。你说那卢布原先咱说了2000年的时候、90年的时候都100卢布能换到那么咱们人民币30块钱，现在好像就是过100卢布能换到那么几块钱，7块8、7、8块钱。有的咱中国人，咱说不好听啊，不是埋汰咱们这个国家的人，他有的坏，他把他老毛身上的钱全给榨干了。我就说他就是俄罗斯带多少钱，他知道他都给下多少钱，他就这样。对，他就是领他买这买那个的。完就把你的身上钱全都给你，就是说这血都得给人俄罗斯人喝干了，让人甚至回家都没有路费。我记得以前就是说90几年的时候，我开出租那时候，我送俄罗斯人往宾馆送人，你知道那些宾缝的直接给那老毛子就是1分钱没有了，就是坐那个宾馆哭，你知道吗？就是哭，女的。哎，可怜了。完了，他就是看人屋里屋外的那宾馆人多，那宾缝里就瞅着就不好意思了，完了就把钱又都给你退回来了。打了个车来到一个边境的一个村落，也就是黑龙江江畔的一个村落，叫长发村啊，距离黑河市区大概10公里左右啊。而这里呢，可以有一个瞭望塔之类的哈，可以看这个即将通客车的一个中俄公路大桥啊，也是中国跟俄国唯一一个陆路的一个通关口岸，花了25块钱，所以以后你们来看的话，大概可以参考这个价格。也挺好，这个建筑还是免费的。这个建筑还挺高的，有3、4层的一个楼梯啊。还有玻璃遮挡着，没什么人啊。这里就是看这个中俄公路大桥的一个
观景台吧，门可罗雀，它是一个360度环绕的一个圆台。你看那个车辆，货车运着6台汽车，大概是中国出口到俄罗斯的一些电车。现在中国的电车在全世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比如说比亚迪啊，一些蔚来、理想啊，这些国产的电动车品牌啊。我最近看一本书叫《换道赛跑》啊，它指的是中国在很多年前啊，中国意识到想要跟这个西方的一些传统汽车强国去比拼这个汽车的话呢，肯定是比不过的。毕竟你像日本啊，像美国啊，美国通用、日本丰田等等这些汽车传统的强企啊，那么怎么去跟他们竞争呢？后来就想了一个，这些传统车企他们没有这种大量的研发这种电动汽车嘛，那么中国在这个赛道发力的话，或许能够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啊，所以后来就注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去组建这种电动汽车的这个企业也好，专研的团队也好。你看后来有了这个比亚迪啊，才在世界的这个汽车竞争舞台上有了一点点的立足之地，或者说是有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啊，叫弯道超车啊。我身后这座大桥是中国跟俄罗斯首座跨国的公路大桥，它是建于2016年、2019年竣工啊。这是第3辆货车了，这个运载着中国汽车的货车。那个桥上写着黑龙江大桥啊，你看刚才很大的一片这个积雪掉下来了，所以咱们路过那里要快一点。上面写着黑龙江大桥龙建股份跑兵牌，发出了很大的一个撞击的声音。这里是一个边防驻军啊，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这里是距离刚才的中俄公路大桥大概1公里的一个屯子啊，叫长发屯。这里离中俄的界江黑龙江大概50米吧。咱们来这个屯看一下。我是广西的，广州是广东的。啊，广东完才广西的是吧？对对，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啊，有那个好几季庄稼是吧？2季、3季。嗯，这边只有1季是吧？不用俺们整就行了，不用你管了。把那绑上搁上就行了。你有多少这个斤的稻谷今年？今年真没。这都自己家种的小地儿里得的，俺们都不种地了。这嘎地少，一个人才2亩半地。自己喂猪喂鸡不卖。还不够还得买呢。喂2猪，喂20多个鸡，2000斤苞米粒子不够，得3000斤。这都通通的不到2000斤。啊，这么凶。阿婆吧聊了一下，跟我在这个俄罗斯族第一村了解到情况是一样的。今年大豆跟苞谷都卖的比较低的价钱啊。往年的话，这个苞谷能卖1块多，1块1、1块2或者1块9毛，今年只能卖7毛钱。像黄豆的话，往年能卖2块1、2块2，今年只能卖1块5、1块6、1块7，就差了好几毛钱。如果说一个大户人家他家的庄稼地很多的话，那个收成的价格就差了几万块钱。村子里面大都是老人了，而且好些的房屋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因为都去县城买房了，或者是子女在县城，所以父母也跟过去了。一个水井啊，一个院子，你看那个库房里面堆满了煤啊，冬天就是烧煤取暖的。这个村子距离刚才的中俄公路大桥大概是500米到1公里之间。房屋是有编号的，353。来，往前走就是黑龙江了。这里有好多的玉米杆，你看院子大都是种这个苞谷的。一辆废弃的黑 M 牌小车。拖拉车，
有路灯，路灯上有太阳能板。哎，这村子环境设施还不错，因为乡村里面没有清雪车，都是靠自家去清雪，所以路上好多的积雪。大白菜，看一下这些院子啊，你看这挂冰了。这是过去犁地用的铁犁吧？哦，村里面还有一个养殖合作社，铁锅炖大鹅，这里卖鹅蛋、熏鹅、爆谷。喂，好多小鸟啊！乡村里面小孩都比较少见了，主要就是老人、小孩都在县城市读书。哦，墙上挂着红辣椒。哦，那里有一个大棚啊，平时在大棚里面晾晒一些庄稼吧。养了2条小狼狗。我想起前段时间看新闻啊，就是日本的一些房屋送给别人都没人要，一个是因为老龄化，这个人口出生率又不断下降，而且日本的这个房屋赠送是要交一定的税的，所以好多人既不愿意继承他们长辈留下来的房屋，即便是有人赠送给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像国内这些环境，如果人口出生率不再下降的话，你像乡村里面的房屋，要么大量的空置化、破败化，成为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废弃的房子啊，或许也会走上这一条路。这里有好些的这个桦树的木头啊，烧柴群啊，村里的小卖部啊，一头小猫，杂货店。处于关门的状态。开业大吉。我才发现，像这个路牌，你看啊，石基道街，它下面有个俄文的，怎么会有俄文呢？这地方也不是旅游区啊，这里也就是长发村村尾啊。然后从黑河市的公交车呢，终点站就是在这里，但是这个车辆的兵次特别少，特别冬天，因为坐的人很少，而且它的末班车时间呢比平时要早得多。你看村里面有国旗啊，还有很多大型的这个装架的一个机器吧，一些健身设施啊。你看对面还有一排的渔船。这雪花闪耀着钻石一样的光芒，还有一个篮球场。这里主要是堆放一些大型的这种农业机器车辆，即便是村里面的这个中心啊，都没几个人。哦，看到上面写着是轴流滚筒收割机，要收割玉米的吧？往后就不总来了，一个礼拜来一趟。啊、不总来了，等了就没有啥垃圾了。哦，像您做这个一个月有多少的工资啊1200，哪有退休金呢？老人不是有100多吗？一个月？啊，那个140的不。那个叫养老金哈。对，65。65了。也是没人住了，空置的状态。村里面一些房子院子啊，我感觉好些村民都已经当成是要么自己回来种菜，要么养一点鸡啊牛啊，要平时住的话就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楼房啊，夏天可能会回来住一段时间。牛棚啊，
咱们看到啊，这个因为屋里面很暖和嘛，外面又比较冷，所以冷热交替就产生了这些窗上的小水珠啊。咱们是烧煤取暖的，嘿，这么乖。从长发村回到黑河市区的这个瑞幸也是有汉字跟俄语的。一个两个。星巴克30来块钱一杯，瑞幸的话10几块钱，所以我们能看到，像俄罗斯的游客，他来消费这种比较平价的这个咖啡。到处可见的俄语招牌啊！这一家服装店直接用俄语揽客了。Магазин в Китае. Китайский бренд Metro Sbon. Здесь продается одежда высокого качества по очень доступным. 吃个面，今天的午餐，10块钱的清汤牛肉面，3片牛肉。对讲机是有什么用呢？平台有个平台啊，平台有活在这里喊完我们就掐单。哦，每个月我们交150块钱服务费。哦，我这车就是6块钱车。那个时候多，就是俄罗斯人多，就是这一天最多的时候能过7000到8000人。那时候你要到街里头，本来黑河就不大，你等到街里一看，那都是毛子，都是俄罗斯人。现在这卢布跌多狠了啊！原来最贵的时候是，一卢布合咱们3毛5分钱，现在合7、8分钱，那能一样吗？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黑河口岸啊，这口岸就是俄罗斯游客入境中国，然后就走这个口岸过来的。这里红旗飘飘啊，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摩天轮，在这里感觉人气比较淡啊。就在我身后啊，也就口岸边上呢，有几个大妈在那里蹲守着。每天啊，如果有中国游客想去俄罗斯的话呢，他们手上有大量的卢布可以兑换。然后那里还有一些俄罗斯电话卡，然后50块钱的话是50G 的流量。这是我第2次来黑河的这个地方了。昨天来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红旗的旗杆非常的大，然后包括红旗也是很大的，比我印象中天安门的还要大。后来我回去查资料才知道，它好像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旗杆，最大的一面红旗啊。现在是下午3点不到，太阳在4点钟就落山了。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俄罗斯的居民在对岸的河边散步啊。来到这里，我想起前不久啊，我在吉林的一个
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县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啊，游玩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呢，在长白朝鲜自治县呢，也能隔着一条江非常清晰的看到对岸的一个北朝鲜的一些乡村啊、城市的一个情况。但是和这里不一样的是，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那里很多标牌都写着，就是不要往对岸拍照，然后呢，不要挑衅对岸的一些这个军官也好，或者是百姓也好，反正就是气氛会更加的紧张一点，或者说更加的保守。而到了这里呢，既没有那些刺刀的一个铁丝网啊，也没有这些警示牌说不能往对面拍照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见俄罗斯还是比北朝鲜要更开放一点。公安局的喊话了，江边上的人赶紧回来，他们似乎下午的6点46啊。冷不冷啊？我听说在世界上最寒冷的城市俄罗斯的雅库茨克呢，它那里的汽车是冬天是不能熄火的，一熄火的话可能永远都打不开了，因为它的排气管很可能就像这样子，经过1夜以后，你看这个冰块根本动不了，太为硬。一座中国城市，却到处是俄语招牌。最近几年生意好不好？不好。不好。因为太穷。因为俄罗斯穷。很穷吗？打得很穷。哦。卢布下跌。俄罗斯游客变少了很多。不少。他们仍然还是那么多，但只是钱少了。就消费也少了。对。就是不太花钱了，来是来玩，不花钱不购物。所以最近喝茶68元。欧青不是的，这个欧青不是的，给大爷的，你也弄是的，必须给，那还几小俩子，就是要必须给。他去家这个那的，我这个那的钱也那的。Потому школа закончилась.好欢乐，穿着东北棉大袄。阿姨你好，请问你们每天都来跳吗？对，天天都来，锻炼啊。锻炼啊，挺好，身体健康。阿树闯东北是我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拍摄的系列影片，主要观察和记录边境线上的边境城市、县城、乡村的人文地理。本集到了该系列的第34集。如果你喜欢本集的内容，那你大概率会喜欢前面33集的内容。欢迎往前翻看。一天锻炼1个点啊，快乐吧？就锻炼身体快乐。我发现有不同的团队在跳不同的团的舞蹈。列娜餐厅啊，一个俄式餐厅。我们看一下黑河的一个薪资水平啊，底薪5000。你好。咱们看一下这个菜单，羽衣甘蓝沙拉49块钱啊，这个俄罗斯盘肠
59块钱。烟熏三文鱼蔬菜沙拉39，这边羊腰大串49，这个是西冷牛排89，沙朗牛排49。环境还挺典雅的哈。这个俄罗斯大串也上来了，服务员说有4两那么重啊。我第一次吃俄罗斯大串是在中俄的边境城市珲春市啊，这边的话是要这个是29块钱啊。像我在等最后一个上来啊，叫西冷牛排。然后呢，我发现这里的服务员基本都是女士啊，就是都会俄语，有的会的多一点，有的会的少一点，但是能够跟俄国的这个游客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边整个这些中俄的边境城市啊，他招服务员也好，招售货员也好，如果有这个俄语的要求的话呢，他的薪资会比没有俄语的这个员工会高1000到2000块钱。也就是说，普通的不会俄语的员工可能3000块钱，那么会俄语的能达到5000这样子。这个西冷牛排上来了。好，谢谢。这个是送的冻梨啊，我一直来东北好久了，没吃过这个东北的特色啊，叫冻梨啊。先把这个柠檬酱撒在沙拉上，边吃边聊吧。先尝一尝这个西冷牛排啊，加点这个叫黑柳汁吧。关于这个美食的品鉴啊，我以后会好好学习一下的，就是多看一些美食的一些书啊，让自己的整个词汇更加的精准，更加丰富啊。来试一下这个叫五花肉大串啊。俄罗斯吃这个烧烤好像比较喜欢吃甜口的，蘸一点这个是番茄酱吧，好大一块，然后有一点那个洋葱是解腻的。哇，那个酱很好吃哎，那个可能还不是番茄酱。请问一下，那个什么酱？俄罗斯辣酱哈，就是酸甜辣咸，然后让这个本来已经这个外焦里嫩的一个五花肉大串，就口感的话就是水火交融的感觉哈，或者说冰火交融的感觉，就是有很爽口的一面，也有非常香脆的一面。这个特别好吃，就是它，肥瘦相间，又不柴又不是太腻。这么一比的话，这89元的西冷牛排的性价比好像都不如这29元一串的五花肉大串。我们尝一下这个三文鱼烟熏沙拉，这个蔬菜的清新跟三文鱼的那种绵密吧交融在一起，这个也不错，特别爽口，酸甜口味的西冷牛排。这个西冷牛排它的口感还是很不错的，就味道的话。最后一片牛排啊，吃完就光盘行动了。OK， 最后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冻梨啊，它特别绵软，
它不是很脆的，它已经是很绵软的那个质地。哦，好冰啊！哇，冰的我这个牙齿都那个在打跳。这种小吃吧，就是用来解腻的，它甜不是特别甜，就微甜嘛。然后里面水分还挺多的，就是好冰，特别冰冷，冻梨浪费了，我吃不下了。大功告成哦。这边的一些商店哦，基本上晚上8点半就打烊了。黑河市最热闹的，相对来说的一个商业步行街已经是比较冷清了，没几个人影啊。这个南方形成鲜明的对比啊。南方的话是越夜越美丽啊，因为毕竟这个气温还比较暖和一点。即便冬天的话，南方也会更热闹。我落了一个无人机电池啊，所以我从市区打了一辆车过来，还好啊。哇，你看已经全是冰了。夜晚的这个中俄跨国大桥啊，也是亮起灯的，挺幸运的。现在打车花了35块钱。看一下几间通客车的一个黑龙江大桥。夜晚这个观景台也是亮灯的哦。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的还不错，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这会支持我和你分享更多的影片。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在下期影片里，我将会离开黑河市，前往中国最北的大城市，位于大兴安岭深处的漠河市。